来，这个是柔凯的作品，对不对？好，我先说一下我们在画技的那个就是成长的路上呢，前期很多人会卡结构，对不对？那这个结构可能会卡很久。好，那结构这个东西是比较偏向大块面的理解，像头颈肩啊这些东西用大的体积形状去理解结构。但是呢，有些人呢是在后面这个阶段，算是细节部分的结构呢是卡顿的，卡在这边的那像那个柔凯就是这个状况。那目前的话呢，我对柔凯这张就是你常贴给我看嘛，对不对？你常给我偷袭，好贴给我看，我的感想是怎样呢？就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半的时间呢，你有点安于现状是什么呢？你就是底稿画完，你上一个强光影，做好光影2分之后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那在座的同学网友们，你们可以想一下，你自己光影2分，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就是画技处理手段，但是它要建立在你真的有扎扎实实的锻炼立体细节，不然的话呢，你的光影2分就只是看一个表面样子而已。那柔凯就是这种状况，你的光影2分不是真正的光影2分，因为很多地方的亮暗面经不起细部推敲，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素描关系啊，它就是经不起推敲，认真检讨下去，每个地方光影它都有问题的。那我先让你们看我改完的然后对了，我也特别提一下，像这样光影2分做完，有些时候可以当成半成品看，像这张图在我眼中看就是半成品。那什么样叫成品呢？就是要表现细节嘛。那一般讲的光影2分意思是这样就是给画面直接来一个强光，然后呢切分出主要的亮面、主要的受光面，最好这个亮面它能够跟暗面搭配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形状的暗示效果，让人家能够理解我们正在画的这个角色长怎样，然后透过这种光影的暗示呢，让人家感受到一定的氛围。好，那这个效果显然就出来了。可是那是第一时间，任何图在展示都一样，第一时间让人家感受到怎样，让人家一瞬间惊喜之后呢，再来人家就要细看了。那细看你有没有东西给他看？再要细看的话没细节，那怎么办？像最近那个爱童也正卡这个问题，光影2分之后不会画了，细节不会画了，不可以，你们要变专业，你细节要会刻。那细节就是结构更进一步的内容，就是这些物件我简单举例一下，在这里这是暗面，这一块是暗面。好，那这个暗面呢，一定你还看得到有内容，它就一定有弱光，有弱光照射上来，那是不是应该要对应的有一些基本的亮暗变化？那是不是有更照不到的地方要变暗？好像这个头发要不要再有个层次变化？然后像这个脸部这边有没有什么结构，哪里亮起来哪里暗下去？然后呢，像这个什么内眼角、卧蚕、鼻下等等，所以这些小细节是不是都要去表现？甚至再放大一点。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的颧骨要不要微微的发亮？要亮一点，颧骨是凸的，对不对？好，然后呢，嘴唇、唇尖，像这个再看就知道，你下这条线，我就可以确定你没有研究立体变化，就是细节变化。一般这边的处理法不会是像这样一条线，它是会是一个点状，然后这个点状对应的位置呢，就会暗示说我们可能也那个颧骨什么的要亮，然后下巴可能一定的程度要亮。这些全部没研究的情况下，图就会停留在这种半成品状态。那有这种状况的同学不在少数你们要求自己更深入的去能够刻画细节那我讲那么多，那想要看一下改的怎么样，对不对？来看一下3、2、1，你要的是这样吧？是不是？是吧？这个流派我很熟啊，是不是？这个流派要锻炼你不能只是停在前面的光影2分啊，光影2分只是前面，它甚至也可以说是就是你的画技最后整合出来的一种分析方式，但是你不能不会刻细节，你往后细节要会，是不是？后面的立体变化什么的，你怎么可以不会啊？不然永远这个图就真的就只有练光影，而且光影又练得很不踏实认真看一下睁大眼睛看一下。好，那带着你们一起前进这张我还有中间问一下柔凯说，这个角色是不是二创因为看到3根指头的时候，我是有惊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不会连指头都没画满5只吧？我就觉得应该是画错了，我就把它改成4根那涂成了病问完柔凯就回我没有，那是二创，然后贴一些原图给我真的指头就是这样子3+1这样，是不是只好再给它改回来就绕了一大圈好，那先看一下这个部分
你犯的什么错误。首先你看我这个对照，你就知道五官有错，对不对？对吧？这个角度还不太好，这个仰角你呈现的那个准度不够，可以参阅我最近发今天发 FB 的哈，来，然后再注意一下哈，这个是你对物件的理解。好，那当然有可能原本的图比较偏卡通一点，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就是袖子的部分，肩膀袖这种地方，我们完全用个圆形来呈现。可是你想要细致一点的话，你就要替代一些比较精准，甚至如果是真实一个布料，像那个这个呢，白雪公主知道吗？它肩膀不是有一坨吗？好，那真实布料的情况下，它真的是圆的吗？有时候我们画的很简单，画成圆没错，可是你要它真实一点的话，它就不可能刚刚好是圆的，它一定会有一些形状变化出来。好，然后呢，甚至上面会带皱褶，这个要花力气去逼自己能画皱褶，然后上面完全没有任何一条皱褶，这是相当让人家惊讶的。然后我这个呢是帮你调一下形状，有看一下整个外观形状吗？好，这一个部分调完会比较立体。好，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干嘛？这部分呢，单独只调头给你看，有看到吗？只调头，因为我想说全身一起调的话，我怕你那个焦点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好，这边有个弱光照射，因为你左上角外侧已经有一个强光进来了，切出了明暗二分，对不对？好，那你不能暗面这边都没有光啊，好，所以弱光上，因为你要有光才有立体起伏，你有立体起，还有颜色层次变化，你才有所谓细节。那你没有细节，专业厂商就不可能找你啦。好，这个真的画了就往路上发。厂商的话厂商逻辑很简单，我画的要让玩家愿意氪金。那有时候玩家感觉到这个东西是半成品，他是不会花钱的。玩家的逻辑跟网友的逻辑是两件事。所以我们绘师未来就变得辛苦。应该说不是未来了，过去一直到现在都一样。你要会两套标准，画商业跟画网络上给大家看，但是这个技法用的会不太一样。好，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脸，这个而且别的不说，你真的太灰了。我们会用暗面呢，呈现一些低彩甚至偏蓝的方式来表现，这就是用冷暖方式，因为亮面一般走暖色是最常见。然后暗面呢，那我们就走冷色调，这样冷暖对比下的那个光影二分的效果会被进一步的提升。可是你这个暗面的低彩实在是太灰了。像这样不就比较好吗？一样亮暗面没有错啊，是不是？然后呢，上面的细节你欠缺很多细节，不可以再给我看到这个，这什么？这个是什么？好，这是眼眶是吗？这眼眶，等一下，我现在会不会又变？我们现在有在定期每周更新这个，就是你们这当周讲完的大概就会更新，会不会变毒蛇这样？毒蛇老师嘴巴超坏，然后很坏心只会欺负同学不行，我回不去了必须要编。你弄什么？这个干嘛？为什么长这样？而且你还真的是一片一片这你的睫毛是一片一片不可以啦，不可以这么做一片一片，干嘛嘞？怎么可以这样呢？还有你眼睛本身没有变化，你有认真看一下，然后再来这个常见的那个就是五官细节，而且我有尽量不影响你画风咯，就是好比说鼻下，我们这边不加鼻孔，对不对？因为你的风格大家不想加鼻孔，我们就不加这个，但是我们鼻下稍微加一点点深色，一点点，真的一点点。那这个用柔光跟用色彩真值交错处理就处理得出来，然后再看这个头发，你这个居然是这个叫细节吗？这不可以柔光一上来，它还是要有一些层次变化，这个要主动去设计出来，主动设计出来 ，OK， 然后呢，这是啥？这个帽子呢是帽子本体起来陷下去，这里可以没有皱褶的吗？可以没有皱褶的，就先不管他找你的，怎么可以没有皱褶？铁打的吗？不可以，要皱褶，知道吗？看一下要皱褶，然后这个帽子下来直接接这颗球，请问一下这边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可以直接就这样粘住？你好歹设计一个什么样的过渡造型吧，过渡可能一个孔啊或什么的，你没有，就直接跳过去所以要研究细节，你想要画技更上一层，你要研究细节。细节不是只有那个地方的细致度，而是对物件的立体起伏跟很多物件内容特征有进一步了解，它会影响你整个画技的大局观。
如果你们有听过人家讲细节不重要，要会抓大型，这个话专业会师讲他的逻辑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只是个纯粹网友讲，他很有可能只是理解的片面。大型很重要啊，问题是你大型解决了，进一步人家要看就看你细节了，难道不是吗？好，那你细节也可以有很多处理方式，好，不管你是要用笔触，用什么方法去暗示人家，让人家觉得细节很满，或者用一些什么材质类的东西去处理，你都要懂它是什么，都要懂它的立体起伏。你都不懂，你只是撒材质，那个东西一看就穿帮，看了马上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是细节是乱撒的，会看人家用好像很顺，那为什么人家会？人家会画扎扎实实的画，是不是？好，然后呢，下个动作看仔细了调它的全身，你看一下，这个基本这一颗袖子它就在轮廓上有分上下，对吧？上下，那我们一般都假定光线比头还高，这样那个弱光这样照下来，那就要有分成上跟下。下面呢要主动暗一点点，然后上面呢浅色浅一点点，你也可以理解为亮一点，对不对？然后原本的这个就真的你就让它这样子一条线荡过来，这个亮面这样硬荡过来，这样可以的吗？这边有一个凸起的领子，凸起的袖子，你就直接这样硬卡过来，你又主动让它2D 化了，不可以这样。这边看一下，领子立起来，遇到稍微低一点的胸膛，再遇到一个凸起来的这个袖子，整个亮面切边要反映出来。那这边为什么凹下去？反映皱褶，知道吗？你的亮暗面的切分，它会反映物件的立体变化，不可以直接切直线。好 ，OK， 好。然后呢，这边是有反映出来，你这边有掌握一点点逻辑，但是你要把它扩展开。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两个领子底下会有投影、阴影之类的，对不对？好，那看一下我画的，就看这个我的投影，尖端贴在胸膛上面，然后呢往远端往上面这样慢慢的扩展开，然后这就是柔凯的做法，你直接往下直接这样越来越宽，这样对吗？你思考一下，这样你领子是不是不立体？立体感记得吗？反复的想一下。好，然后呢到这个阶段呢，基本上改造就差不多了再看后面这个后面这边呢就做了一点那个效果调整因为可能大家很迷恋就是那个光影2分之后然后觉得图就画完了。你想专业就不能只停留在这，知道吗？那你好歹你明暗交界线你弄漂亮一点不是吗？你说上面的细节变化真的还领悟不到那边，你明暗交界线光影2分后在彩稿下你居然敢不画，哇，你是胆子有多大？把那个牙关咬紧龙族政权要过来了。另外讲这边它经历了几个材质，有金属，然后有这种布料帽子，有头发，有皮肤但是如果他原本对各个材质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他画每个东西都一样，画这该是金属的，该是布料的，该是头发的，没有变化，颜色抽掉它都长一样，对吧？所以你要懂它的材质，所以在上色阶段呢，我们要练细节，有时候也是可以从材质方向去着手。OK